我被确诊了 HIV 阳性，血液和母婴2种传播方式都不可能，那只剩最后一种了。可我一向洁身自好，自从恋爱到结婚，只有老公一个男人。难道问题出在老公身上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张扬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们恋爱4年，一毕业就结婚了。这些年，老公勤奋经营，加上我家的扶持，现在已是规模500多人的公司老板。结婚5年，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除了没有孩子。不可能是老公吧？我们那么相爱，结婚多年还能如胶似漆的，有几对夫妻能做到如此？可是那我的病又从何而来？想不通，想不通。许是确诊艾滋病对我打击太大，并未注意到房间里的其他声音，脑胀的我竟然在沙发上昏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想去卧室换件衣服。刚走到卧室门前，发现里面有暧昧不清的声音传来，像是男女欢好的样子。难道老公提前回来了？在看吗？我一把推开门，只见老公张扬静和保姆刘雯纠缠在一起。之前的保姆年龄大了，刘雯是上个月老公从家政公司新找来的保姆，说是口碑很好。没想到才来我家1个月，就爬上了男主人的床。我也顿时明白了，怪不得自己会染上艾滋病，老公果然有其他女人。看到我进来，2人俱是一愣，立马从床上起来，慌张地穿着衣服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发誓再也不敢了。老公张扬低声下气地道歉。张扬，你这个畜生，竟和不三不四的女人在一起，还害我染上艾滋病，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。我气急地指着老公鼻子开骂。艾滋病？老公一脸震惊。你说什么？你确定你得了艾滋病？老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今天刚去医院检查的，自始至终，我只有你一个男人，怎么染上这种病？一定是你和这种女人瞎搞才害了我。说着说着，我就要哭出声了。先是自己确诊艾滋病，接着又目睹老公出轨。1天的时间，我遭受双重打击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杨哥，你离他远一点，小心被传染。刚刚才被抓包羞愤的刘雯，这时来了底气，拉着我老公的胳膊说道。老公被他这一提醒，立马退后，离我3丈远，眼神也从刚才的震惊转为嫌弃、厌恶，仿佛我是一个超级毒瘤，看一眼就被染上。恶心的男人，我还嫌你脏呢。陆源，你这个肮脏的女人，3天之内滚出这个家，我们立马办离婚，一刻也不能等。今天之前还是深情款款的老公，还没弄清楚事情原委，就说出如此凉薄恶毒的话语，真是薄情寡义。你这个不要脸的男人，因为你乱搞我才被传染，你却恶人先告状，倒打一耙提离婚，要离婚也是我提才对。我气急地拿起一个杯子砸向老公，他来不及闪躲，正好砸在他的头上，接着血就顺着眉毛、脸颊流了下来，染红了他刚匆忙穿上的白衬衣。你这个疯女人！老公捂着伤口咆哮道。杨哥，天哪，流了这么多血！刘雯夸张地叫了起来，立马拿起手机拨打120，又赶忙去浴室拿了毛巾给老公。你这个不会下蛋的鸡，谁知是不是你自己和野男人勾搭染上的病，怎能全推给杨哥？我和杨哥才该担心呢，说不定也被你传染了。刘雯毫无廉耻地恶意揣测着。杨哥，等会儿我们俩去医院也查一下，
看是不是被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害了。刘雯说着挽上了老公的胳膊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。我彻底被她这个态度惹怒，一巴掌甩在她脸上。你竟然打我！刘雯一脸震惊，接着就上来拽我的头发，撕我的衣服，我们俩扭打成一团。当120车来的时候，我们3人都挂了彩，就一并被拉到了车上。随车的急诊医生面面相觑，想了一会，大概能猜出3人的关系，也没多问，只是默默地在车上给我们简单的处理伤口。到了医院，张扬和刘雯都流了血，需要清理伤口，而我只是脸上有淤青，护士拿了冰袋给我冷敷。医生，我们2个想要孩子，能给我们做一个艾滋病筛查吗？刘雯说谎不打草稿地对着医生说。好，我给你们开上，拿着单子去检验科抽血就行。刘雯拿起单子，拽着老公就往检验科走，仿佛我真是那个祸害他们俩的人。1个小时后，结果出来了，2人均是阴性。贱女人，你果然背着我偷汉子，染上脏病还赖给我，看清楚，我和文文都没病。老公说着，将检验结果摁在我脸上，并狠狠给了我一耳光。我顿时觉得头昏脑胀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他们2个竟然没得病，只有我自己确诊了艾滋病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百思不得解。一时间，我六神无主，内心十分慌乱。我一手捂着被老公打得火辣辣的脸颊，流下了无助的眼泪。人家早就说了嘛，不关杨哥的事了，是这个贱女人不甘寂寞，和野男人勾搭才染上的脏病。刘雯嗲嗲地说道，表情满是胜利者的得意。下贱的女人！离婚！老公气得脸红脖子粗道。说完，老公便搂着刘雯扬长而去。看着他们亲昵的背影，我的心被刺得生疼。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，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，打在我脸上，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。虽然父母家离这儿很近，但是我现在狼狈的样子不想被他们看到。还有我现在是艾滋病人，不能给亲人惹麻烦，要离得远远的才是对他们好。那个家里到处充斥着那对狗男女的痕迹，我是一步也不想迈入，况且他俩现在肯定避我如蛇蝎。可是除了那里，我竟没有地儿可去。因为出来的匆忙，我没有带手机和钱包。我无奈地回到我和老公住了5年的家。一进门，我就看见那对狗男女在欢快地运动。老公看见我进来，瞪了我一眼，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杨哥，停下了，没看见那只落汤鸡进来吗？刘雯扭着身子嬉笑道。你管他作甚？他自己找野男人染上病，哪有资格管我们？老公不屑一顾地说道。就是，杨哥，你说是我好还是陆远好？刘雯一边享受着，一边问老公。这还用问吗？跟你我才知道什么是女人，跟他我怀疑自己以前跟着一只死鱼。袁姐，你听到了没？杨哥说你像死鱼呢。哈哈，刘雯笑得乐不可支。我的肺快被他们2个气炸了，客厅是1秒也待不下去。我径直走向卧室，猛地关上门，任由他们2个在外面鬼吼浪叫。一进卧室，我的身体疲惫地摔在大床上，折腾了一天，真的太累了。我想不通，本来我是人人羡慕的好命女人，老公帅气温柔，年轻有为，娘家给力有靠山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怎么就突然之间跌落人生谷底呢？我委屈地哭了起来，而隔壁却热火朝天，不一会儿我就昏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已是上午10点，我睁开眼感到头痛欲裂，身体四肢也是酸痛不已。
难道我的病已经开始有症状了？看来我真的要命不久矣了。我不想去医院接受治疗，不想为了一个治不好的病去承受别人歧视的目光。我宁愿自生自灭。起身走到客厅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，发现家里并没有人，这个点老公肯定去上班了。伯母，我可把您盼来了。听杨哥说，您可是位伟大的母亲，早就想见您一面呢。快进来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刘雯点头哈腰地搀扶着婆婆从外面走进来。杨洋经常和我说起你，今天总算见到了，果然出落的花朵一般，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。婆婆笑呵呵地握住刘雯的手，这商业互吹听得我要吐了。婆婆一进门，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我，脸色立马一沉，收起了刚才的笑容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勾搭野男人，染上脏病，还要诬赖我儿子，我今天不打你，我就不姓王。说着，婆婆就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，狠狠打了我一耳光。我刚想站起来反抗，又被她打了一拳，痛得又坐了回去。我没有勾搭野男人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没勾搭怎么会的脏病？我们张家真是倒了大霉，娶你这样的媳妇进门，生不出孩子，还染上脏病，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婆婆做事又要打我，我顺势将她手腕抓住。你再打我，我就报警了。我忍着疼痛怒吼道：哎呀，伯母，您打他也不怕脏了您的手，别忘了他可是带着病呢，我们离他远点，免得被他传染。刘雯幸灾乐祸地说着，把我和婆婆拉开。雯雯丫头，伯母就指望你了，我现在看见那个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你快点给伯母生个大孙子，我让儿子把她扫地出门。婆婆说着摸了一下刘雯的肚子。伯母，您就放100个心，我和杨哥肯定让您如愿的。刘雯说着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不想看他们两个在那矫情。我生气地回屋。一进屋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我拿起一看，是老公打来的。什么事？妈来了，你晚上做几个她爱吃的菜，把她伺候好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不听话，不配合，我就把你染上艾滋的事儿宣扬出去，到时候看岳父岳母怎么做人。张扬，你这个混球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嫁给你。我气得挂掉电话，没想到老公现在竟然变得这么不是东西，真恨不得上去撕了他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我怕他真把这事传出去，我已是将死之人，怎样都无所谓。可我的父母在本市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能连累他们名声受损。虽然心里千般不愿，我晚上还是做了一桌饭菜。饭桌上，婆婆夹起一块红烧肉，雯雯，你多吃点，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我的大孙子才能来报道啊！哈哈，好的，伯母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只见刘雯夹起红烧肉吃了一口，哎呀，好腻呀，人家吃不下。刘雯装腔作势地说着，你怎么回事？把菜做得这么油腻，不知道雯雯喜欢吃清淡的吗？真是没用，连个菜也做不好。老公一听刘雯说吃不下，转身冲我吼道，仿佛刘雯才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，而我是个做不好事的保姆一样。孩子生不了，还染上脏病，现在连简单的饭菜也做不好，真不知道要你这样的媳妇有何用处。婆婆也在一旁帮腔道。我被他们3人一通挤兑，一点胃口也没了，摔了碗筷就走，留下毫不在意的3人继续吃吃喝喝，谈笑风生。晚饭过后，他们3人说是要出去遛弯，真是幸福的一家3口。我趁着他们不在，在家里几处隐秘角落里安装上摄像头，并和手机连接好，
以便随时能查看。最近发生的事，我总觉得太离奇，想通过监控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我收拾好一切，躺在主卧大床上看电视，不一会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又是上午10点，同样的头痛欲裂，四肢酸痛，而且身上的衣服也掉了一地。我不记得昨晚有脱衣服睡觉，赶忙翻出手机查看监控。天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只见监控之下，刘雯给一个陌生男人开门，男人进来后和老公、婆婆简单聊了几句，就往主卧室走去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心脏跳得快不能呼吸了。赶紧切换到主卧室镜头，我从画面上看到男人熟门熟路地走进主卧室，手里拿了一罐不明物体，对着正在床上睡觉的我的口鼻捂了一会儿，随即松开手。接着这个男人朝我脸蛋拍打了好几下，我都没有醒来，这大概是在确定我还有没有意识。见我没有反应，男人驾轻就熟地靠近我，对我行不轨之事。突然，卧室的门开了，只见老公此时进来了。我以为他是来救我的，没想到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别的男人欺侮，不但没有任何施救行动，反而举起手机拍起了视频。我关了手机画面，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我的三观真的碎了一地。张扬与我多年夫妻，如果感情没了，分开就是，没想到他竟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。怪不得他们口口声声说我有野男人，原来这野男人是他们自己引来的。怪不得我起来总是头痛、四肢酸痛，原来这是被迷晕糟蹋后的症状。老公、刘雯、婆婆他们3人是一丘之貉，这是势必要把我整得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啊！突然想到，难道我的艾滋病也是这个陌生男人传给我的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追查到底，就算死也要死得明白，就算死也要让这几个贱人得到报复，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得打起精神来，不能再浑浑噩噩。这一连串的事大有蹊跷，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个家里是不能再待了，再待下去，说不定我的命都被他们谋害了。我想想都觉得一阵恶寒。为了知道他们所有的恶行，以及最终的目的，我现在还不能和他们撕破脸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有所警觉。我给老公发了条短信，大体意思是，这么多年没能给他生个孩子，自知理亏，现在又染上脏病，无颜再待在家里。我会主动和他离婚，家里所有的动产、不动产、股票基金、公司股份等等都给他，只是除了郊区那块地，是父母在婚前买给我的，属于我个人财产，除此以外，所有的婚后财产，我一概不要都给他。发完以后，我拿了手机和车钥匙就出门了。我找了个酒店安顿下来，一进房间就先去洗澡，把那个陌生的恶心男人的痕迹都洗掉。想想自己的经历，都觉得委屈、难过。但是现在不是悲春伤秋的时候，我必须强迫自己理智，强迫自己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压制住。我足足洗了2个小时的澡，确保把自己弄得一身清爽后，拿起手机给我的学长打电话。石恒是我的大学学长兼好朋友，法学院的高材生，是学校里众多迷妹眼中的高冷男神，现在是本市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我是化学系的，之所以认识石恒，是因为我和他女朋友赵岩同住一个宿舍。当年石恒和赵岩的爱情故事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，只是后来赵岩为了美国绿卡，决绝地把石恒甩了，嫁给了一个年过半百的美国老头。这件事让石恒颓废了很久，是我们这些最交心的朋友，
不断地开导他和贴心地陪伴他，才使他走出阴霾。喂，陆源，什么事？电话里，我听到石恒好听的声音响起，竟一时没忍住，哭了起来。也许是这几天我受的打击太多了，听到好朋友熟悉的声音，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，情绪立马就绷不住了。陆源，别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石恒焦急地问道。石恒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一个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来。陆源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我在千帆酒店。呜呜呜！说完，我又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。在哪？别动，我马上到。半个小时后，石恒出现在我面前，而我已经哭得快虚脱了。石恒把我抱到酒店大床上，竖起枕头，让我倚靠在上面，又倒了杯温水让我喝。陆源，你只需慢慢地把事情说清楚，剩下的事不管多难，都交给我。石恒用坚定而又温暖的眼神看着我说。我调整了下情绪，把这2天发生的一切原本地告诉石恒。陆源，我们现在第一个要确定的事是，你那份艾滋病报告是真是假？石恒话一开口，我犹如醍醐灌顶。对呀，那对狗男女能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很有可能那份报告也是他们伪造的。为什么我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步呢？我现在带你去康仁医院，重新做一次检查。你放心，那是一家私人医院，院长曾经是我的客户，他们非常注重客户隐私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会给就医者保密。石恒说着，把外套给我披上，又从包里拿出口罩和墨镜帮我戴上，确保别人认不出我来，又轻轻拉起我的手说，我们坐电梯，直接去地下车库。我反射性地将手抽回去，石恒看出我的担忧。陆源，退一万步讲，即便你真是阳性，牵手也不会传染的，他的安慰道。真是心思细腻又温柔的男人。赵岩当初真是猪油蒙心才会抛弃他。我们乘电梯直达地下车库，石恒那辆黑色的路虎 SUV 静静地停在那儿，就如同它的主人石恒一样，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。石恒拉开副驾驶的门，让我坐了上去，自己则绕到另一边坐上驾驶座。车子缓缓启动，石恒放了轻柔的纯音乐，让我紧张的情绪稍微缓解了一下。陆源，不用担心，不论结果怎样，我陪你一起面对。石恒说着，一手扶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握住我冰凉的双手，那只宽大而温暖的手，像是有魔法一样，抚平了我内心的焦灼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了康仁医院，石恒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们直接走的 VIP 通道，医务人员非常专业负责地给我做完所有检查，并嘱咐我耐心等待，结果很快就出来。我和石恒在 VIP 休息室里等着结果出来，我的内心十分煎熬，怕万一和上次是同样的结果，会再一次让我如坠冰窟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我盼望着结果快点出来，又害怕结果不如我愿。突然，休息室的门被打开，一位甜美的小护士走进来。陆女士，您好，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您有点轻微的阴道炎，这是大夫给您开的外用和口服的药品，您按上面的说明使用就可以。小护士笑眯眯地把报告单和药品给我，又开口道，有什么疑问您可以咨询李主任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就先走了。小护士说完向我招了招手就走了。我盯着检验报告仔细查看，只见上面清楚地写着 HIV 阴性、梅毒阴性、细菌性阴道炎等字样。我果然没有的艾滋病。我惊喜地盯着检验报告，如获大赦。这下放心了吧？
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再去咨询一下李主任。石恒一把从我手里拿过报告单，牵着我的手就往外走。李主任，他这个情况需要注意什么？石恒将报告单给李主任，开口问道。只是轻微的细菌性阴道炎，按时用药就好。注意用药期间，你们俩要避免房事。头发花白的李主任温柔地说道。我们俩不是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们会遵照您的嘱咐办的。石恒抢先一步截断我未说出口的话。从医院出来，我的胸口像是卸下一块大石。前2天的我，认为自己得了艾滋病，都要自暴自弃了。多亏了石恒，不然现在我还活在自己患上艾滋的阴霾中。石恒，谢谢你，我由衷地说道。别说这个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。石恒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报告是何人伪造？视频里的男人是什么人？张扬3人的其他犯罪证据等等，这些都需要一一调查。石恒，我现在正式委托你做我的律师，帮我把恶人绳之以法。好，不管出于职业还是出于情义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石恒坚定地说道。为了安全，酒店你暂时别住了，我这几天会加班处理这个事情。你跟我回律所去住，我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。石恒，我们要不要先报警？不，为了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我们要引蛇出洞，再来一个瓮中捉鳖。这时，老公发来一条短信：陆源，回来离婚。冰冷的几个字，没有半点夫妻情谊。因为之前就和老公说了，我会主动和他离婚，我回复了一个字：好。再次回到熟悉的家，我是一点也不想进去。想到家里到处充斥着老公和刘雯的味道，我就想吐。还有那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对我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，我恨不得拿刀砍了他。我硬着头皮进了门，只见客厅里站了4个人，老公、婆婆、刘雯，还有一个陌生男人。陆源，文文怀孕了，你赶快和我儿子办离婚，给我的宝贝大孙子腾地方。婆婆最先开口，还是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。我理都没有理她，直接走到老公面前。家产怎么分？之前都给你说了，就按那样起草离婚协议吧。我把话丢给老公，我以为我做出这么大的让步，他应该会很爽快地答应。不行，妈不同意。老公开口说道。这是良心发现，觉得给我的太少，对我有所愧疚。我心想，然而下一秒我的幻想就被打破了。郊区那块地不能给你，你既带着她嫁给了我们张家，那就是我们张家的东西，所有家产你一分都别想带走。婆婆决绝地说道。那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不会给你们的。我平静地说道。不给我们？好啊，那我就把你的艾滋病，还有河野男人苟合的视频发到网上，我看你怎么做人，看你们陆家还有什么颜面做人。老公急赤白脸地说道，边说还边摇了摇手机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，他们伪造检验报告，泼我脏水，找野男人糟蹋我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逼我净身出户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一系列肮脏下贱的操作，最终是为了钱。什么野男人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。来，袁姐，我让你看看视频，你还一脸享受的样子呢，哈哈。刘雯说着就拿过老公的手机，点开视频给我看。他是谁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认识他。我看着他们几人说道。袁姐，你想开一点了，不就是一块地吗？要是大家都知道你和来路不明的野男人上床，还得了艾滋病，你和你的家人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？刘雯假模假样的劝道。陆源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
你今天要是不同意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”老公红着眼睛威胁我说：“我真是觉得心寒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好几年的男人，简直猪狗不如。怎么，为了那块地，你还想要了结我的命不成？”我倔强地问出口，内心还是不想接受老公变得如此凉薄可恨。命倒不至于，不过再让你和野男人甜蜜一次还是能办到的。老公邪佞的一笑，看向角落里坐着的那个男人。男人也贼笑嘻嘻地看向我，我顿时一惊。虽然一进门我就看见那个人的存在，但是光顾着和老公婆婆掰扯，并没有多想他是谁，为什么会在这？袁姐，他的技术怎么样？你还满意吗？哈哈哈！刘雯笑得前仰后合。我在监控里主要看见的是他背影，这会儿仔细一看，天哪，就是这个男人！我的背后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些人也太猖狂了，竟然堂而皇之地把人带到家里来。张扬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人渣！为了这么个下三滥的女人，为了侵吞我所有的财产，你们竟然伪造报告，污蔑我得了艾滋病，又引狼入室，找了这么个男人糟蹋我。报告的事你都知道了，那又怎样？现在的人哪管真假，他们只爱看热闹。再说你和他的视频可是真的，只要我把视频和报告发出去，你的名声就完了。老公摆出一副被揭发但是无所谓的样子。陆源，你这个不会下蛋的鸡，结婚这么久都生不出孩子，耽误了杨洋这么多年，识相地就赶快签字净身出户，否则我们让你身败名裂，人财两空。婆婆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吼着。此时此景，虽然知道不答应会吃亏，但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如愿，干脆心一横说道：“张扬，你婚内出轨，合伙他人伪造我的检验报告，教唆此人强奸我，还一心想侵吞我的财产，让我净身出户，我不同意。你还意图威胁我，损我身体，毁我名誉，简直丧尽天良。我本想息事宁人，让步于你，只要婚前买的那块地，其余都给你，从此一拍两散，各自安好。但你们却如此泯灭人性的步步紧逼，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我改主意了，离婚可以，财产交给法院判决，多一分我都不会给你。”我气愤地一口气说完。贱女人，你想得美，表哥上！刘雯边说边向那个男人使眼色。原来他是刘雯的表哥。只见男人缓缓地走过来，嘴角阴险地笑着，伸手过来就要欺负我。婆婆也来揪我的头发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这是在我家，你们也太目无法纪了。我大声说着。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不要，这就是你不同意的下场。老公边说边帮着他们几人压住我，而那个刘雯的表哥开始拉扯我，刘雯则站在旁边拿手机疯狂拍照，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我拼尽全力地抵抗着。突然门被打开，进来一群警察还有石恒。不许动！立即停下，双手抱头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这里有4人正在对他人实施侵害，所有人带回去调查。老公4人一脸震惊。警察同志，这肯定是误会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哪有什么侵害，一定是弄错了。婆婆满嘴谎言地狡辩着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婆婆立马知趣地闭嘴。老公一看形势有变，接着变了脸，改口道：“圆圆，我们是夫妻，之前是我错了，你得救我，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解释。这是我的律师，有什么问题你和他说。”我冷冷地说道。原来石恒不放心我的安全，
在我衣服里面放了定位器和监听设备。他一听情况不对，立马报警并赶了过来。石恒陪我去做了笔录，出了警局，我还在后怕。石恒，多亏了你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惊魂未定地说道。陆远，幸亏我们赶到的及时，要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。要是早报警，你也不会遇上这么危险的事，都怪我。石恒愧疚地说。石恒，我们也算因祸得福，你给我装的监听设备，还有之前我装的监控，原本的把他们的犯罪过程记录下来，省得我们费心费力的去找证据了。我安慰他说道。石恒把所有的证据都收集起来，准备提起诉讼。警局那边在调查本案时，得到一个意外的惊人消息。原来刘雯并没有怀孕，只是为了诓骗我老公和婆婆的手段，而且她和那个男人也并非表兄妹关系，而是情侣。他们俩一直狼狈为奸，已经参与多起作案。刘雯利用给别人当保姆的身份，与男主人发生不正当关系，并与男友里应外合偷窃、敲诈、勒索雇主，甚至威胁女主人，已有多个家庭受到伤害。没想到遇到我老公这个大冤种，竟然为了他残害原配，抛弃家庭。我把这个消息带给老公，铁窗之下，听到我的转述之后，老公的眼神从震惊转为懊悔，再到愧疚，最后变为无助绝望。可是人生没有后悔药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听说婆婆在狱中疯了，见人就问她的大孙子呢。她和她的宝贝儿子注定难逃牢狱之灾。而刘雯和她男友多起犯罪，性质恶劣，数罪并罚，恐怕余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恶人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任何蔑视法律的行为终会自食恶果。石恒帮我起诉离婚，很快我就拿到了离婚证，终于和那个人渣撇清关系了。我悠悠地说道，眼角流下了2行清泪，不知为谁而流。只有我自己最清楚，这些天受到的伤害，身体上的、心灵上的，那些伤痛压得我透不过气，不知过多久才能被抚平。陆远，生活要往前看。石恒拍了下我的肩膀，轻轻把我拥入怀里。石恒，真的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在，我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现在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那些伤痛像是永远刻在我的身体中了，想忘也忘不了。我难过地说道。不要逼着自己忘却，交给时间吧，时间能冲淡一切，时间是治愈一切伤痛的良药。石恒，我怎么配？我已经脏了，配不上你了。圆圆，错的是他们，脏的是他们，你是受害者。我只恨自己没能在你受伤之前带你离开。石恒双眼饱含心疼地看着我，真诚开口道：试着接受我好吗？虽然你曾迷失了方向，虽然我曾迷失了方向，但是不要痛哭忧伤，这世界从未把你我遗忘，生活依然充满了阳光。我挽着你，挽着我，拥抱明天新的生活。我们2个莫忘记这时刻，未来幸福靠我俩把握，让我们永远相偎依在一起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